看电视，现在又没事，欢迎收听《解密404》，我是解密爱出事的泽维尔，我是解密小恐龙棒棒。解密404，哎呦，小粉红吓死！哎呦，最近真的小粉红真的在很多就是包含我们解密404的节目留言底下都在吓死哦。没错，我们先直接介绍旁边的梦居大哥出来好了。是，让我们欢迎一下，就是台湾商人李梦居大哥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欢迎梦居大哥。邦邦维尔好，我是梦居，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而且我们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梦居大哥来到我们节目。没错，毕竟在这个2023年左右，就是在那个总统大选前，台湾总统大选前，梦居大哥就是因为被中共政府的他就是刑满出境之后呢，到了日本，原因是因为中共政府的这个海关告诉了梦居大哥说，是不是不要回来影响台湾大选？对，就是讲了一些的警告的部分，然后就连着必须要先到日本才能再回到台湾，真的，而且这个经历在当时候，梦居大哥在这个回到新闻现场，这个梦居大哥成为新闻主角的那个当下，是亲吻了回到自由土地的那个刹那。没错，那为什么刚刚前面要先说这个小粉红吓死？是因为我其实蛮想跟梦居大哥聊一聊，就您最近的那个社交平台，前一阵子的时候啦，就是有特别去放一个画面，是您在那个纽约街头的时候，没看到了，发了那个2奖的反共春联，所以到底有没有人拿？有一些人拿，但是外国人居多，因为他们看不懂中文。是那大部分中国公民，除了其实很多私底下的中国民主公民跟我接触，跟我要了那批春联和海报卡片。那我全部都发完，而且还不够，还想去加印。就加印的时候碰到的是小粉红进的影印店，不能印，哇，吓死了！这么刚好，对。所以那影印是在美国的影印店吗？在美国，对，美国纽约那个弗拉逊附近，有几家华人开的影印店，他们吓死了。什么？这个自由居然在美国也被限制，好可怕！对，但纽约当地有很多民主人士，我想如果去过美国人会知道这件事情。是，也有大纪元法轮功的派报人员会在那边发报纸，是，但这些是支持我们民主自由的，他们就很欢迎这些，很希望能拿到这些，所以我最后是不够发。所以那2奖的春联就是设计是怎么样？就是它是很明显的。一个反共的宣言吗？一个是蒋介石的军装照，上面写着“剿匪灭共，舍我其谁”，谁的谁？他们看到灭共肯定吓死，这感觉他们知道不能反对共产党啊，在国内拿出来看，拿出这个会有什么下场？跟你讲，我有个朋友，他叫。他是广州，他是南方街头运动的代表人。他曾经在2014雨伞运动的时候，在广州街头举了一个 banner，上面写“自由无价”。支持香港人民争取自由，也没有什么反共字眼，也没有反党字眼。你知道下场是什么吗？怎么样了？10分钟就被抓走了，警察就来了，判他7年半。哇！所以那种春联谁敢在国内拿出来，吓死了，真的。他们真的是监控大国什么时候都知道，速度也太快了吧？对，真的很可怕。对，而且在一个反应速度这么快的当下，感觉他们的海康威视都在工作。就是工作这个，然后顺便那个信用评级也放上去一起评，这样是吗？是，没错。而且在我们每次出国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些小粉红们，像最近在脆上面很红的一个留学生嘛，他被他的这个教授直接说台湾跟中国的不同，对不对？然后呢，引起了轩然大波。然后呢？其实，在那个教授就直接讲了有关于，就是说你口中讲的说什么台湾是你们的一部分还是怎么样，其实这都不是事实。但是那个教授是用一个很科学辩证的方式来去跟他讨论，对。那我们就回归到梦居大哥的身上，大家各位听友们。不知道有没有在总统大选前后听过梦居大哥这个人？因为毕竟我们时间点要拉回到那个时间。对，其实梦居大哥在2019年的时候入境中国之后就失联了，当时候家人会不会很紧张？但很紧张，其实我只是入境1天而已然后我想那时候是过海关要回到香港机场转机回台北，结果他们在行李里面找到几张小卡片就把我抓了。那小卡片上面写的爱、和平、包容、沟通。
我当时被抓的时候觉得很莫名其妙，为什么这可以抓人？感觉很普世价值的这些用词都会被抓。对，后来我才搞清楚，还是大陆公民跟我讲的。因为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的口号是用爱与和平包围中环，哇，所以这可能对他们来说是敏感字眼。那我们自由地区的人根本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啊。可是那张卡片，敏感词越来越多了，是堆积如山，很可怕。以后要有一本那个词典或是什么百科全集。我正在写书，就是有一篇章就收集这些敏感词，不可以触碰到。说明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去中国这样吗？对，是还是有些人要去嘛，没办法，因为那边还是有很多工厂，有些人想去拿便宜货，是，或强迫劳动的货，还是有这些人在。我要提醒这些人这样子。对，而且就是我听就是那个梦居大哥的各种新闻影像上面的讨论，包含梦居大哥被搜到了有关香港加油的图卡，对不对？那时候是台湾的公民帮您做的吗？还是所谓的那个图卡代表是？那个其实是一个叫博方文创的夫妻他们公司的作品，那时候很流行。时间回到2019年，我想大家还有一些印象，那时候台湾出现很多连农墙。上面写的香港加油，也贴这个文创字体，媒体网络也很多。是，刚有一次我朋友介绍给他，就是介绍我们认识，他就说免费授权给我，我也没有思想太多，就印了出来，糊里糊涂放进行李里面，过海关就是看到这2份卡片就把我抓起来了，这样子。是，大部分是粉红色的爱和平包容沟通，那个只有5张而已。对，是，而且那个爱和平包容那个粉红色的那个图卡，好像是不是好像是航空业罢工的那部分，对，就做给长荣航空那时候刚刚结束的。就结束罢工的空服员，紫色对象这么不同，他们还可以怀疑。我想他们劳资双方能够和解，这爱和平包容沟通有什么问题啊？对，这跟反送中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刚刚想说，刚刚才听到原来是爱与和平这个词有问题，我原本以为是可能罢工这件事情让中共不开心，原来是爱与和平。罢工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对，所以他拿了一个完全不是他紫色对象跟抗议的对象的东西，然后粉红色那个颜色也没对上，还是小粉红生气，他觉得他被那个不可以用爱和平，海关的小粉红，原来我是用了粉红色，是。把他包围了小粉红，小粉红是我没有要爱与和平这种感觉，真的，所以感觉上面在就是当时候梦居大哥面对这样的一个措施的时候，就是他们海关啊，或者是相关的这些执法人员，对您来说，他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大的举措，让您是定罪的那个状态？比如说关键的可能这些图卡只是一个影子。有没有一个定罪的关键？我觉得后来我搞清楚，他们怎么样都要把我搬出一个罪名来。是，我透过律师知道，他们一开始想把我这个图卡定什么罪名？一开始叫煽动分裂国土罪。就办不下去。你说那2张小卡，然后想要定你煽动分裂国土了吗？爱与和平怎么了？国土好容易煽动。香港加油怎么了？对，办不下去便要搞一个叫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个更夸张的。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周游了他们100多个城市，去拜访一些民主人士，我发现这是他们的口袋罪。很多中国公民也没干嘛，比如说律师只是帮个当事人辩护，是颠覆国家政权罪，所以只是一个罪名，或者去关心艾滋病病患，颠覆国家政权罪。他的国家政权很脆弱，真的是，所以他就一直不断扣上一个大帽子，然后要各种不同的由头方式、理由方法，就是要你进去那个牢狱之灾。没有他办不出来的罪名，一定办得出来的。是，还有什么？是主张大爱免费医疗，宣扬恐怖主义罪。真的，免费医疗怎么了？所以他们不是很支持所谓的自己共产社会、中国式的社会吗？对不对？不知道什么共享之类的吗？这种福利共享啊，这是会吓死那些共产党，那个钱不够分，自己都不够拿的，分给这免费医疗还得了？这样所以叫宣扬恐怖主义罪。对共产党来说太恐怖了。所以那时候梦居大哥是在那个您在小旅馆里面是不是有被拘留？那个名词叫做一个指定场所监视居住这样子。指定场所这个东西是违反联合国还有一些国际是公民公约和人权公约的一个制度。它可以合法的不经过任何审判，也不让人请律师，也不让你通知家人，可以合法把人拘禁至少6个月的制度。我还听说有中国公民因为这个制度在里面被关押2到3年都有。是，你知道最恐怖是你在里面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什么时候可以出来你不知道。没有人可以跟你讲话，唯一可以讲话就是那些国安或者国保人员。对我们来这种外国或境外公民来说，是他们会派国安来伺候你。那国内的中国国内公民是国保这样子。只有他们可以跟我们讲话这样。是那种人在这种处境就会
很想找人讲话，那所以就会把一些内心脑袋里面挖空的东西全部跟他讲。那这个对当事人来说是很危险的事情，而且是一种精神折磨。对他们知道越多，笔录做的越多，那你就越容易被定罪。这是中共整人的一个手法，这样它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那你在那个所谓的指定场所里面，大概拘留了大概多久的时间呢？我算是相对幸运，我72天。我每天都会数日子，我很清楚72天。可是那时候，所以那个窗外是看得到白天黑夜这样子，至少。我算运气好，我有个窗户，每天可以偷偷去翻一下窗帘，都翻个3秒钟，被发现就被骂跑了。所以窗帘是一定要完全关起来，一定要关起来，对。所以如果在那种没有窗户的，不就不知道日以继夜，就不知道过到哪一天这种。对，有些中国公民他完全也不让他知道时间，是白天、晚上、黑夜不知道。所以自己去算，到最后一定是乱掉，不知道了这样。所以这真的会让人家一些精神错乱。很多人在里面真的都疯掉了，真的。是。我想说，好像应该要帮观众先简单厘清一下整件事情发生什么事。对，没错。各位听友们，就是孟居大哥在中国被消失的那几年，我们来跟各位听友们来爬梳一下。就从2019年，刚刚我们访问孟居大哥，他从2019年8月20号入境中国之后失联了，所以他的家人非常的紧张，然后包含台湾的政府也开始有这个紧张感。没错。那2019年的9月11号的中国国台办发生了，到那时候才发生。没错。那中共国台办他就说，这个孟居大哥啊，涉嫌从事什么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要依法来审查。好，在2019年10月底31号的时候呢，就是被控了所谓的刚刚讲的什么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啊、境外刺探啊，然后把孟居大哥给逮捕起来。那在2020年的10月11号，最著名的一个画面出现了，就是这个中共央视的这个认罪画面。那想问一下孟居大哥，在当时候央视在拍那个画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很多不管是台湾艺人也好，还是在那边涉犯某些他们所扣上的罪名也好，那时候是有一个国法人员或者是执法人员跟你讲说你要讲什么话吗？还是有给你丢稿子？那天其实是突然有2个深圳国安局的人员是那2个是原本审我的人这样子，是又多了2个从北京来的国安人员，他们就是把我骗上法庭，说今天对你来说很重要，我们今天特别要帮你录个视频，目的是要给北京的领导看，给你决定你的刑期用的。是。那我一看，不对啊，平常他就是用一些海康卫视，我已经被那个时候已经被海康卫视的监视器监视了1年多了。那今天怎么突然多了一个电视台的摄影机？是我马上心里觉得不对，因为我在他们央视看过某些官员被电视认罪的方面，我想说不会是我吧？其实这件事情我也跟我的狱友讨论过，他说不会啦，你的刑期这么低，因为我那时候被定的刑期可能就是2年以下，不可能，那些都重刑犯。是。但没想到我都半信半疑，结果最后印证真的是电视认罪画面。其实我那时候已经有点心防了，就是不敢说讲了太多那个不应该讲的事情这样子，但他还是逼我讲，如果不配合的话，你知道你的事情判间谍罪，给你定个间谍罪，判10年以上是很容易的。是，他最后还是配合他们讲了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就是认罪画面啊什么。最后刚才我是那后来那个影片播出，因为那时候孟居大哥有曾经提到说，可能在监狱里面唯一知道外面消息的管道，就只有监狱里面的央视可以看。是的，所以那时候是看着就是自己的画面，然后再播送。其实那一次他们技术性的让电视坏掉1个多礼拜。10月10号，我那时候知道日期快接近10月10号，马上就联想到会不会我的电视画面电视会不会要公开了，或者他们要打台湾的2个，我觉得在心里面就猜这2个出来之后，马上就被放出来。第一天我马上跟一个台湾朋友见面，把他手机拿来 Google 我的名字，果然我猜的没错，电视认罪画面。是，对，他们会用这种手段，这样他不会让里面的在家人员知道任何外面的讯息，所以你只能猜，这是一种内心一种痛苦的根源，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台湾的媒体都是那种政治现场的那种大头条，都是孟居大哥的画面，而且央视的里面它包含孟居大哥的那个所谓的认罪画面前导，它还有所谓的比如说孟居大哥是一个商人，可是他是个特殊的商人，然后他从事了什么某些联合国协进的活动，然后怎么样跟台独有关之类的，跟什么境外势力勾结。我记得他写别有用心的商人，是觉得莫名其妙，我就是一个路过差旅客。
联合国学进会，我只是挂名的一个理事，从来没去开过会，真的。是，因为朋友邀约我去挂个名，这样那是每年参加一次募款餐会，就这么简单而已。所以您是那个联合国协进会的，就是有点赞助的理事。是。我这人唯一的毛病就是除了认真工作上班之外，其他时间喜欢去参加一些社团，就这么回事。他就把一些很小的点把无限上纲起来。因为这个在台湾是非常怎么讲，非常习以为常的，就是你要去参加什么样的社团，那都是集会结社自由嘛。没错。而且他那时候在那个孟居大哥他里面中共政府所定下的那些刑期里面，有一个东西很奇妙，就是孟居大哥被判刑1年10个月，可是他包含了一个附加刑，叫做剥夺政治权利2年。是的。那所谓的剥夺政治权利是什么样的权利被剥夺？他们写几条明文剥夺政治权利的事项，是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没有言论自由，没有集会结社自由。可这个很莫名其妙，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公民本来就没有选举权啊，他们原本也没有啊。是，那投射到一个台湾人身上更莫名其妙了。就是他这只是他一个借口，就是想要限制我出境这样。而且您也不是中国的公民就是中共理当没有这个所谓的法治的要求，而且他们不是法治国家，他们是人治国家，然后去行使这种剥夺所谓的政治权利的时候，就觉得太奇怪了。那今天解密404的来宾就是我们的孟居大哥，然后想要跟他讨论的一件事情说，在您剥夺所谓的政治权利的当下，他其实当口就是要让孟居大哥直接不能出境嘛。对，我认为这是一种人质外交。近几年来，很多国家好几个国家公民都受害过，澳大利亚陈雷啊、杨文君啊，那个。对，那好几个国家，美国也有了公民受害，英国也有公民受害。我觉得这是一种那个人质外交的手段，只要他跟某个国家不好了，他会抓几个当他们国籍的公民，扣起来这样。但罪名是随便乱扣的，最有名就是在加拿大那2个 Michael 嘛，对，一样罪名跟我一样，一个被判了11年之后，下个月因为跟华为的孟晚舟她的公主交换，就把他放回去了。对，所以是用一种最明显的人质外交，是胁迫手段啦，就是逼这个其他国家的政府来就范，感觉就是一个有点过分。我的 case 基本上应该就是他报复台湾政府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还有庇护香港人。一种报复手段，但是台湾跟中国不可能有外交关系，他根本就不会跟台湾政府去谈判怎么放这个人，就他想什么时候放就什么时候放，想关多久就关多久这样子。那时候在狱中会觉得很绝望嘛，就是到底我至少还有检察官有给我一个建议量刑，大概知道可能就是再怎么样糟糕也不会超过2-3年这样子，但是还是每天在想到底怎么回事。我每天跟狱友讨论到底怎么回事，狱友也在跟我讨论到底他怎么回事。我觉得那个看守所里面有90%人是冤的，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真的。哇，所以很惨，真的。所以涉犯国家秘密这件事情，是这个国家秘密连中共的所谓的执法人员都不会告诉所谓的涉犯人员，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秘密，然后被判。因为他们有个秘密鉴定，比如说我拍的照片。他把它鉴定出一个秘密来，问题他明明就公开的，而且当时还是世界头条新闻。那我狱友有几个是拍军舰的年轻人，我后来跑去他们描述现场去看，哇，那根本就是一个公园嘛，军舰就爬前面，跟我们外面车子停旁边一样啊，随手可得。他那个有一个狱友就问那个国安人员，这个秘密鉴定是到底你们是怎么鉴定的？国安人员回答说，秘密鉴定怎么鉴定的？你不会知道。你的律师也不会知道，因为秘密鉴定怎么鉴定也是秘密，他就这样回答。天哪！秘密鉴定的那个秘密是形容词，而且他们中国公民在国外很喜欢拍什么美国就是军事基地啊，对啊，他们怎么拍都没事情。没错。而且那些后来我发现他们都是钓鱼的，那国安人员要绩效，随便找几个倒霉鬼。一搞不是我这2年算运气好，他们是10年呢。12年还有14年的，所以有个在家里屋顶拍那些军舰，判6年。是，对，这都乱来，真的。因为我看新闻资料，就是孟居大哥就是被判刑的那个关键的照片是一个您在吃饭，然后刚好拍到深圳军队，那是在那个香港的旅馆里面吃饭的时候，无意间想拍早餐，因为我拍食物遗照的习惯，我觉得好吃的我就把它拍下来做纪念。哪里知道窗外有武警在集结？我后来其实老实说，我还是承认我多拍了3-4张。问题那个根本就是公开的，然后当
时已经是世界头条新闻了。是你现在在 Google、百度上面全部都是，更清晰，对对比我清晰的几千张到处都没错，到处流传。而且那时候国际媒体驻地还在那附近的时候，全部都在拍那些画面。对 BBC 还有我们的东森、TVBS 都有记者去现场拍的比我清楚太多了。怎么他们都没事情呢？还做爬？所以我后来搞清楚，这个就是他们大内宣、大外宣的手段，这样子，是就吓唬台湾人民和政府这样子。大内宣就是骗他们的民众说反送中是境外势力煽动的，台湾和美国境外势力煽动的。但境外势力煽动，他要找一个他们所谓的阶级敌人当目标嘛，我就是倒霉那个敌人。所以这时候台湾就变境外势力了。没错。那想问说，就是因为先前应该也有往返中国几次，那这样的话，就是在先前往返中国的时候，您对两岸可能是什么样的想法？那在经此一遭之后，您对两岸又会是有转变吗？想法上？其实两岸交流经过这改革开放后的30-40年了，我之前我都有点相信两岸一家亲这句话，是。后来出事之后我去抽丝剥茧才发现，两岸一家亲我听到是台湾的政客说出来嘛，其实这个是习近平先说的，那汪洋又宣扬出来，因为他是负责对台工作会议的，是。为什么这句话两岸的说法这么高度一致呢？那我开始就出了事之后，我就开始不相信这句话了。我之前还相信共产党变好了，中国变好了，我发现它的本质根本没有变，它 DNA 还是一样斗争啊，斗争。最近我们在讲他们对台湾的渗透啊，或者统战手段啊，斗争的手段、渗透、欺骗这些东西嘛，是对国内现在也蔓延到台湾人和一些外国公民的压迫，这样不让我们说真话。对，了解，因为不要把民主自由带进中国大陆，这是他要表达的这样。没错，而且最近在国际局势上面，其实两岸的情势可以看得很出来，因为包含美中在进行对抗嘛，那美国单方面的想要就是做大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比如说 CIA 公告了，就是台湾，他在介绍台湾这个国家的时候，他是用台湾这个名词，那然后包含他在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介绍的时候，他是直接用中国去代替他的，所以基本上是他从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改变成了一中一台政策，这是国际情势上面对于中共政府已经开始进行所谓的压迫态势。那这件事情上面，从孟居大哥的口中可以得出来说，他们中共政府对于所谓的人权自由这件事情上面，所谓的什么剥夺政治权利，根本就没有那些权利的存在，可是他就是要扣到所谓的中国人权上面的完全不足。所以呢，基本上面所有的台湾人其实都要注意，包含所谓的港版国安法出现之后，其实就会导致很多的台湾人到中国社会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生命财产上面的安全。而且也不止就是台湾人跟可能香港人自己要注意，现在就是中国人也会很紧张吧，因为那时候就是孟居大哥他在刑期满了之后又被附加刑期，然后被迫在中国里面被旅游了2年多，整整2年，整整2年的时候，孟居大哥那时候在节目上有提到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好奇。他说他仿佛就像是去这个民间游历的官员呐，到处听声援。对，我觉得我很像那个中国古代的钦差大臣，我游历遍了100多个城市，这可能破了古代钦差大臣的那时候交通没有这么方便，我现在交通很方便，他有高铁，我觉得他的德政之一就高铁，就只有这件事情而已。是，其他我到中国各地去旅游，到处听到有中国公民跟我分享他的故事，描述他或他的家人怎么被共产党迫害的，甚至父祖辈怎么被杀害的，这样，到处都有这样，这完全颠覆我过去对中国的印象。因为之前我们大部分台商过去可能都看到他的表面，北上广深都有进步啊，那工厂做的东西也还不错啊，可以合作，可以进口到台湾或者欧美国家去，还不错，这样 CP 值越来越高，这样子，觉得他有进步，大家也知道，实际上。游历100多个城市，发现这个国家跟我想象完全不一样。有哪一些故事是您觉得台湾人真的想象不到的？真的太多了。比如说我去陕西的时候，有人跟我分享，这个人还是刚刚从监狱出来的，他跟我分享，他有个狱友是当地的煤矿的矿主，他的资产啊，不动产加上现金，总共100亿，70亿的不动产，30亿。的现金人民币对啊，当地的官员共产党为了要割他韭菜，就说他涉黑涉恶，他是涉黑涉恶的头嘛，结果他的公司的员工全部变成涉黑涉恶的帮众。有一个最倒霉的年轻人他才20出头而已，只不过跟他吃了1次饭，也变他的涉黑涉恶
帮众，被判了6年啊。当事人就是煤矿的老板，他被判无期徒刑，因为涉黑涉恶，才能把他的财产全部没收掉。为了割他韭菜，就这样，只是为了贪图他的财产他就做这件事情，没错。那其他的，您在其他城市遇到这些中国公民，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因为他们可能跟您联络的时候，可能不敢在电话里面，或者是有通讯记录的那个状态之下跟您有任何的来往，可是，在面对面的时候，是不是就有很多的情感上面的交流？其实很多中国公民当时私底下听到风声跟我联络，但我们会有一些管道，安全的管道，这样，我想或许大家心里知道可能是哪几个管道那基本上我也见了很多。他们想联络是那个做人权交流吗？还是说一方面想申冤吧，跟我分享他们的遭遇到的故事，这样。比如说刚才讲那个北人那个，也是他主动来分享的，这样。那是不是他们知道孟居大哥是台湾人，所以想要从您到达台湾之后，可以把这个讯息给带到台湾来？是的，我认为他们有这样的心里有这样的想法，需要有人帮他们发声。所以这为什么？我想很多有类似经历的台湾人，尤其是台商，可能回来就不敢讲话。为什么反其道而行？我觉得我背负一种使命，他们给我这种使命，这样子难怪孟居大哥常常上很多的电视节目，然后来告诉大家他在中国的这些经历跟故事。那有没有特别的一些城市，他们的民情特别不同，然后特别想要反抗中共政府的？好几个地方都有，不能说哪个城市不能说把它画出来。是，对，比如说我到某个地区这样子，有一次有当地的民主人士听到风声了，特别帮我安排一个晚宴，这样好几十个人，这是很违常的，因为他们很多监控系统就那个地方我发现那一区，好像没看到什么监控。他们会避开那个，会避开，对。那开始有人发难，然后那一天的时候，拜托你们派无人机来，不用说派无人机来，就是拜托你们来帮我空投武器这样子。我马上脑袋想了无人机3个字。天哪！所以等于是说，真的是星星之火在各地燎吗？对，所以共产党现在统治手段最厉害是他可以把人给全部分开、分子化这样子，就是不让中国公民可以集结，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做的坏事太多了。是。中国公民一旦集结起来，那可不得了，对，是，那一定是变成一个反抗力。所以实际上，从孟居大哥的口中，我们可以听到的是，这些中国公民他们其实有反抗的意识，并且他们会避开某些监控的措施，在秘密的筹划某些事情，跟讨论某些事情。现在也很难说什么筹备什么，因为时间还没到，是那客观条件还没成熟，但是每个人心里，很多人心里都有恨。我只能这样说，对。哇，中国公民有一把火，真的正在烧。你想想嘛，从以前那个反革命、正反，什么那个反右啊，什么大跃进啊，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中国人啊？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8000万人。对。那你的父祖辈这样被共产党屠杀，你心里会平息下来吗？当然，很多人小粉红是被洗脑没有错，但我认为大部分都还是脑袋清楚，只是他没办法说话这样子。外面必须要有人帮他们代言，帮他们说话。或许我们台湾人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我们还是华语系统的国家嘛。是。因为其实台湾人有很多，每次听到那时候不是临近总统大选的时候，然后当时候其实就有新闻在报了，包含孟居大哥的事情。对，那大家就在想说，那孟居大哥怎么刚好到了日本去，然后怎么就不回国了？那时候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吗？刚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其实有讲说，可能是中共的海关人员告诉您这件事情，说其实是国安人员。他跟您说了什么？就是让您决定先不要回台。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我在1年前我就已经预感到，因为我要出去了，他判刑那个时间离总统大选太近了，他们一定会觉得很敏感。他们有几个敏感时间嘛，两会嘛，那个6·4嘛，包括我们的台湾的总统大选，对他们来说也是敏感的。我就怕他不让我直接回台湾，我就跟他原来做一个转换，就是我先到日本去。是孟居大哥的经历，其实让我那时候看到新闻事件的时候，觉得非常的讶异。原因是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台湾民众的声音，就是发现了这件事情的时候说，那台面上的某些政治人物怎么没有去考虑或考量，嘴巴还在讲着两岸是如何如何要融合，要相亲相爱之类的。对，从这件事情是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候如果孟居大哥一旦回台的时候，可能会对目前的执政党可能会有蛮多的注意的。
包含有可能会导致某一些族群上面的讨论等等的。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也想到那时候，因为那时候那个我记得蔡英文总统第一次还第二次当选的时候，然后就正逢是周子瑜嘛，那个 Twice 的周子瑜对被迫对，那时候就网络号称是说什么最强催票机等等之类的，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在防止同样的这个剧本再不要再演一次，因为毕竟蔡英文前总统他是这个高票当选第二任嘛，对，没错没错。所以呢，其实那时候中共政府其实很紧张孟居大哥的所有的行动，那时候拼了命在说服让他们相信我会支持柯文哲帮他助选，好不容易12天的话，他告诉我可以回去了，行程自己安排，我天哪！是。那孟居大哥在这个出境之后，出境中国之后，还有被这些中共的所谓的国安人员没有完全没有，就没有了。他们只留一个电话说，以后你要到中国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谁要去啊？谁要去？开玩笑，除了中港澳，全世界都是我的天下，干嘛去？真的，不要再去了，这样真的。所以孟居大哥对于中国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他们还没民主化之前，您都不会想再踏上去了。是的，说对了，对。了解，因为毕竟自由的土地是我们永远的母亲嘛，所以自由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真的，真的，没错。我其实靠大家好好守护，真的。也有点好奇说，因为那时候在那个旅游中国的时候，其实拍了很多支的很像 vlog 的东西。那个东西它不会要求你要上脚嘛？因为感觉他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人监控我耶。其实他刚开始有派2个，我猜是司法局的人员来想来监控我，但他们就第1个月到我住的旅馆，大概反找我7、8次，但也不是说特别要刁难我什么？那他们的态度，他要带我去把那个过期的台胞证办好之后，他就不理我了。完全不管我，手机也没检查过。我那时候还有点神经兮兮的，有什么敏感赶快删掉，他也懒得理我手机。我后来搞清楚，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良心发现。我就说奇怪，我在旅馆拍几张照有什么问题？怎么会变间谍？他们自己一查也知道怪怪的。他也知道我这个是假案照出来，所以他们良心发现，干脆完全不管我这样子。他只执行他上面的任务。我认为这个上面很有可能是政法委书记下令的，因为他就是故意要抓台湾人这样子。他只是执行政法委书记上面的命令，不要让我出境，这样就好了。其他有没有监控我或软禁我，那个他们管不到这样。了解，所以上面也没那么多时间去管这样。是，所以孟居大哥变成一个台谍的样板。就是出差一天就被台谍，利用完之后就好，可以放着完了。反正你也被剥夺政治权利，你也不能出境嘛。对，然后你要拍什么 vlog 都可以这样。对，反正你的戏演完了，那剩下的就你自己。怎么反而限制权利之后更自由了呢？好奇怪。也没有自由，曾经想从上海海关出去就被挡下来了。而且那时候也是在疫情期间，对不对？所以去哪里应该也都蛮不方便的。那时候整个机场就我一个人。我就一个人想冒险，看能不能我也知道我被剥夺监视权利，被限制出境，试看看，结果马上挡，前面3关过，最后1关被挡下来，真是。所以那个是买好机票要去哪里是吗？对，就直接回台北。那时候不会紧张吗？我那时候连日本都没有想着去，直接回台北。对，了解。但会紧张啊，结果就没想到最后1关还是破功，就是系统追到了，就剩1关了就破功。是，所以他们还是有完全在注意这个出境人士的这个。对，他们电脑里面还是会有，还是有一些记录什么。毕竟是科技监控大国啊。对啊，他们的科技都花在这件事情上面。因为觉得听起来觉得很可怕。可是因为让我比较讶异的是孟居大哥，不管是那时候2023回到台湾的时候，在机场可能受访的影像，或者是可能在那时候日本 BBC 受访的影像等等之类，其实您在谈论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是比较平和，然后可能偶尔带一点自嘲的笑或笑这样子。可是其实明明整件事情就很可怕，很 ridiculous 对啊，就是您那时候是会需要一直安抚自己的心情吗？还是说？当然是要安抚自己心，毕竟这4年对于每个人来说，其实说长不长，其实很长这样子，是蛮长的，对生涯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样子。那我试图就是用一个比较从创伤中可以马上爬起来那种形象，告诉台湾人，就是自由真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是要靠我们大家守护的。那我不能哭哭啼啼的讲这种事情我一定要坚强的讲嘛，对。因为毕竟孟居大哥是历经了1475天这么多的日子才返回到台湾的，所以这段日子对很多人来说也是搞不好大学都快要念完了，然后很多时候小孩都可能出生了，对啊，所以在这么
日常的这些生活里面却发生这件事情，梦居大哥有没有一些当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在那些旅馆或者在旅游这些被旅游的城市当中，你会觉得哇，我有一些创伤症候群会发生吗？其实还是会有，那我主要是出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白天我非常坚强，就是跟平常一样没什么影响，晚上有时候还是会想起来这样子。是，而且梦居大哥太莫名其妙了。现在会吗？现在睡觉的时候？现在好多了。刚开始我只能睡2个小时，真的。哇！所以一边就会在旅游的时候，嗯一天只能睡2-3个小时。是，可是白天还是继续在旅游。你说没有办法睡着，这样就是失眠。就是很快，我的状况是很快可以睡着，可是2小时后醒了。开始想起来怎么会这样？是，所以会有一个很巨大的无形的压力在你的这件事情。我曾经跟中国公民讨论过，是他们认为因为他们异口同声说，我因为是太意外，我没有心理准备，大概需要2年的时间平复这样。很多中国公民做一些他们知道会被抓的事情，其实他已经有心理准备，他们就不需要这一段疗伤期这样。所以中国公民已经是习以为常，很习惯他们的政治权利被剥夺，所以他们甚至其实很多人用各种方式在里面抗争，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抗争的方式会让他们进去又出来，出来又进去这样子。是所以他们这个是算有点像家常便饭了，就他们的抗争的模式。对，有些维权或者是异议人士，共产党喜欢称他们是异议人士。是，对，那就是真的进去又出来，出来又进去这样。哇！因为他们现在是一言堂的社会嘛，所以当不符合中共政府的国家要求的时候，就不断的颠覆政权啊。等于是说，因为我们先前就已经讨论过，最近有几起的违抗、陈抗的事件，然后比较大，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是不是我们看到的也只是冰山一角，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数目字都要大。是的，没错，对，全中国到处都是啊，只是他会用各种手段，因为他的舆论、他的媒体都是他控制的，是他不会让这些消息外泄出去，这样只能要靠我这种方式。那虽然我是被旅游状态，但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样。是，那我知道真正的中国状态。太多人心里藏着恨这样。了解，所以其实我们要很不断的像我们解密404的节目，或者是各大媒体友人的这些节目当中，其实都可以把这些讯息也传递给台湾公民给知道，跟国际社会知道，因为毕竟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它可以权力大到把所有的人民监控成这样，让人民已经习以为常的给他照咖走监狱这件事情，对，这是很我今天住几号？1号吗？对，很奇怪，你现在是1075号犯人之类的，他已经习惯有这个编号在身上。对啊，这怎么会把这种事情习惯？其实很悲伤对啊，这才是真正的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那再想问孟居大哥，有关于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不管是疫情再起，或者是这些甲流、乙流，到底是 A 流、B 流还是对是吗？还是又发现了这个武汉实验室又发现所谓的新冠，又有新的新冠病毒，这到底怎么回事？又来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中国现在社会的乱象跟他们目前中共政体的这些，比如说国际上面对他的对抗等等，是不是有一些关联？曾经有好几位中国公民，不止一位，是跟我说，新冠病毒就是要来灭亡共产党的他们在等时间的。是。那我去武汉待过一段时间，那有去拜访过几位曾经有在研究新冠病毒怎么来的中国公民，但他们有些人已经被政府盯上了，我就不方便说是谁。是。最后我们的结论。觉得就是从制造出来的，对，就是那地方出来，至少是从华南海鲜市场泄露出来的。因为我到那边的时候，大概新冠病毒已经有差不多3年多的时间了。武汉那个华南海鲜市场还是封起来的，是它的每个大城市都有海鲜市场，北京大红门啊，天津有每个地方都有海鲜市场，都很正常。为什么单独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还是封着？一定有问题这样子。对。但是那时候世卫组织，跟你讲，我认为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就是那个武汉病毒研究所，他的研究，他的确有在研究冠状病毒这个项目，但是以中共体制来说，他会把这个研究项目定为绝密或机密。像我那个东西公开照片变一个秘密嘛，绝密的话就可以把人判死刑。它一定是绝密项目，所以里面参与的直接或间接的实验人员，没有人敢透露，包括在同单位工作的其他岗位的同事，他也不敢透露。那边的人在平均工资就3000人民币，低的还有2500，保安清洁人员还有2500的。是，我认为我们认为最大可能就是里面的保安和清洁人员不明就里的把实验用动物摆来一盘，他就拿去华南海鲜市场贩售，赚一点外快贴补家用，结果糊里糊涂就在外泄出去了。我们认为这可能性是最大的。
是，所以它有可能是一个意外发展的出来的，对，但他也不是故意泄露出来的，他故意泄露出来干嘛？亡自己啊，开玩笑，对，所以他们有可能想要故意泄露在别的地方，但绝对不会从自家出发。我有一个就是有趣的阴谋论，搞不好这些中国公民在里面工作的中国公民想要故意泄露出来，因为心中带着恨，想要亡共产党，想要来维权一下，这也是有可能的。是，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现在目前中国不管是经济乱象也好，或者是疫情乱象也好，其实对于中国人民实际上生活感的被剥夺感非常的严重。对，当时候孟居大哥的这些心情，你在那边看到有关于这些疫情也好，然后经济是很差的状态吗？疫情封控时间真的很差，对，早去很多城市的商场都是干得很不错。老实说，这东西做得还不错，高铁和商场做得还不错，可到商场常常都没有人。很多招租的摊位也都关，在招租没有人承租啊，会赔钱嘛？对，是空的。那你那时候被旅游，就是这么多个城市当中，您在旅游的当下，也是每个城市几乎除了北上广深之外的其他城市，它们里面的中国经济现况是如何呢？当然就是我觉得铜板经济，比如说摆摊的一些夜市还可以经营，他们生意还不错这样子。可是像我说的那个商场呢，真的就很不好这样子。对，那基本上没什么人逛啊。那厦门是最近台湾的，也商场是空荡荡没人。哇，到现在听说还是这样子。那封城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就是可能乱象或者是意外吗？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有看到一些影片，可能有人跳下来，所以这个是的确有。我去长春的时候，当地有人跟我分享他住的小区啊，长春那个时候应该是2022年被封了两三个月左右，是那2-3个月他的小区就将近10几20个人跳楼，这些都不会被公布出来，因为他们有小区有群组，他们每天都在分享哪一户又跳楼了，总共2-3个月下来10几个人，对，哇，好可怕！对啊，没人知道，对，他不会有新闻揭露出来。当时的台湾应该也不知道，对不对？10几20个，光个小区这样，全中国多少人，没人知道。他只要是数字都是一个谜，这样他不会公布正确数字，包括现在。到底3年疫情，中国有多少人染疫？多少人因为染疫死亡？没人知道。对。但有人跟我揭露了，就中国联通的订阅数啊，就是它的通话的加速好像少了1000万这样。哇！光靠一个那个。但我这听来的，我们无法证实的。通话数少了1000万。对。所以等于用户就直接有这么大型的数字直接拜拜，对，不太确定去了哪里这样子。是，所以基本上这个疫情其实真的死了非常多人。重点是我们只看到某些新闻影像或者是这些微博上面的影像看得到，比如说他们的所谓的焚化炉。半夜都在加班，对，然后那边排一排，或是可能尸体排一排排在地板上等等之类的。那就很想问孟居大哥，就是我们比如说有很多的，不管是台湾公民也好，或者是国际上的友人也好，他们在认知两岸的这个现场的时候，您觉得你想要告诉这些国际友人或台湾公民，您觉得要怎么看待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中国必须要用放大镜来检视它，这样子。那我们中国它常常会弄一些假讯息，对我们外面来说可能是认知作战，对他们中国公民来说就是大内宣，这样他把共产主义的社会把它塑造成一个很美好的社会，哪里中欧班列的生意又增长了啊，哪里又湖北又丰收了前苏联也是这样塑造的，这样子。是，那要告诉大家的是，中国的讯息并不是都是真的，大家一定要放大镜或甚至显微镜去检视它，然后国际社会或台湾社会要更了解这个国家，必须要有一些更多的手段了，才能够知道真正的中国。当然有些很多这几年有个现象，很多中国人都论出来了。其实我们可以去访问他们，这样子，多了解，听他们的故事，到底他们才知道说里面是什么样子。对，包括还有很多因为在里面因为人权议题被压迫的中国人，接触过很多个，那肯定都只是冰山一小角中一小角这样子。国际社会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更关注这些中国的人权问题，包括强迫劳动的问题。强迫劳动跟国际社会的供应链就有关系了。他们很多工厂，包括我在里面。被强迫劳动的项目很多都是外销的，而且国际社会甚至联合国发动起来，不要拒买这些强迫劳动的产品，他就没有办法去破坏这么多人权，对他来说没用啊。他关这么多人
扣这么多人帽子进监狱干嘛？是他又不能生产，又不能找出什么利益出来。他主要就是这些利益才让他们搞这么多人进去。原来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这样子。想要赚钱。我在东北听到更可怕的故事啊！是东北的监狱是这样子，就是他一样，比如说他帮一个纺织厂代工产品外销到欧美去，然后里面的犯人很多，每天日以继夜都在劳动嘛。是，如果一个囚犯他年纪到了70-80岁没办法劳动了，他会派3个在押人员去监视他。过一段时间觉得这个人真没用了，他使出一个手段，让这个人不见了。冬天的时候把他衣服脱光，泼冷水，零下20-30度，他就直接走对，那把窗户全部打开，一下就没气了。给家人有家人的4个大字：正常死亡。法官、检察官也不知道怎么死的，反正就正常死亡嘛，就这样，70-80岁了。天哪！对，这是里面的人真实跟我分享的这样。他们视人命如草芥，搞不好就是韭菜啊，真的对很可怜。我觉得很难接受对啊，就这样，然后就走了。对啊，像民国时代军阀对我们来说，可能对他们印象不好，但他也没这么残暴啊，真的。因为毕竟那时候，对啊，那时候的历史跟现在实际上面的当代中国发生的这些中共暴政的历史，我们可以结合起来，其实看到非常多可怕的事情。刚刚讲到孟居大哥他说那个强迫劳动的问题，那美国政府不是也就是禁止强迫劳动的这些公司品牌的商品进入到美国进行贩卖嘛？那想问一下，刚刚孟居大哥我们就直接延续这个话题，那强迫劳动的当下是要做什么事情吗？比如以我所待监区来说，它有3层，第1层是做滑鼠、键盘，想不到会做这种东西，对不对？是。第2层做变压器、电源开关，第3层我在那边做网路线，有一些网路的一些小零件这样子。你想不到里面会是个电子工厂啊！对啊，所以太多了，包括一些零组件都是强迫劳动来的。所以我认为国际社会要组织一个很大的组织来调查这件事情。这是完全违反人权的、违反国际法的事情，这才是最大的议题。这样，所以他们而且帮凶是谁？每个消费人有可能都是帮凶这样。所以我现在我身上说不定我拥有的中国制的产品，有可能就是强迫劳动的，来自可能良心犯或者是政治犯，他们所谓的异议人士。法轮功学员，我这里面有碰到的。然后看到的情况呢？看到的情况如何？我所在监区的法轮功学员会被特别对待。但背后他们怎么虐待他，我不知道，我看不到。我看到是每天早上都在叠棉被，就刁难他。每天就觉得就跟我们台湾当兵也会这样子，棉被叠不好就是刁难他，他一直叠嘛。你不叠好你就不能吃饭，不能干嘛的这样。对，所以背后有没有什么？我只是卖关子，背后有没有什么我不知道，我没看到，他不会让我看到。是，所以基本上在强迫劳动的那个当下，有很多比如说监狱里面执法人员都是变成所谓的监工吗？他们会找在押人员来监视他们，这样他们很聪明的。那监狱里的生态如何？是比如说像是这些中国公民，他们如果很重视维权或者是经常进出的话，那他们整个生态如何？就是状态如何？每个监狱我想不一样啦，有大监狱有小监狱。是。因为我是台湾人，他特别把我带到一个稍微文明一点的监狱这样子。那我那个监狱有20个监区啊。那每个监区就是3层楼嘛，每一层生产的产品不一样。那你也不能说都是什么维权或者是良心犯这样子。是。也有一些是一般的罪犯。那一般的罪犯在我们眼里来说，他所判的刑度有些跟台湾差不多，我们只能跟台湾或美国比较，差不多，有些很严重这样子。比如说，我碰到一个年轻人20岁这样，我问他什么原因进来，他说非法经营罪。我说哇操，你20岁生意做那么大，非法经营，就一问下去，传销拉2个下线就非法经营罪，5年。哇，对，这个拉2个，就是很多我们在外面无法想象这样一点小事情会被判成当成罪犯关进去，就是他们那个所谓的比例原则太过分了。对，是，所以比例也是自己讲的比例这样。对啊，因为他们就是各种很奇怪的这个法条，他们自己的解释，而且有很多的学者专家说，就是包含现在所谓的中国的法律，他们实际上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那边凌驾在那个法律之上，所以基本上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他们党而服务的，所以没有所谓的公平可言。
对，没有东西可以比共产党大，包括宪法也是一样啊。是，宪法规定中国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没有啊。所以他说要剥夺你什么权利，就是剥夺已经剥夺的东西，虽然平常也不会给你啦。对，这就是我觉得今天听到梦居大哥分享这些故事，我觉得非常惊讶的原因，是因为之前都是在这个新闻资料上面，或者是电视专访上面看到梦居大哥的，然后。其实梦居大哥每次分享，每一次在分享他经历的时候，我都觉得哇，这个台湾人到底哪时候可以看清楚中共政府的这个真面目？没错，因为我们如果在节目上，比如说我们两个主持人讲很多，然后分享很多各种新闻，然后爬书等等，我都觉得可能都不比梦居大哥的一个故事。我觉得不相信的人很简单，去天安门，你去北京天安门举张白纸看会发生什么事就好了。现在去天安门吗？是，随时都可以去，真的。对，我们两岸那个。直航还是有在飞嘛？对。那想问说，因为我们刚刚也听到，就是到底台湾人会了解到什么样程度？那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台商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了解到说，至少对比10年前，台商已经回来很多，回来20多万人了。对，但现在也大概至少主计总处说是最近可能大概还有21万人在中国去经商。那想请教梦居大哥说，您觉得他们留在那边是因为还有市场吗？还是他们其实也想出来？还是就是现在台商在中国经营的情况？我手上所知的状况也的确是有一半的台商已经在这几年，尤其是中美贸易战之后，就陆续回台湾或者是东南亚或墨西哥去了。另外一半。有一半是因为他的资产卡在那里，没办法会变现出来，他只好在那边死撑活撑的，在找机会我们把钱或者把资产变卖出来。另外一半可能就是已经被他洗脑了。比如说前一阵子8九闽南不是在揭发有些台湾人去那边办身份证嘛？这些有些人是这样子的，但我就祝福那些人嘛。了解。证据力问题这样是。不是说每个人都会被自为主义铁拳打到，但你待得越久，风险越高，这样子。对，他们不会紧张吗？毕竟在那边感觉好像你随便讲错一句话，或你稍微踏到一点，我想出来的资产被卡住，这些人当然会紧张啊。因为他资产还在那边，这样是另外一半就是已经被洗脑了，那他没什么好紧张的。他认为共产党好，他毕竟自己也有对那种就没办法这样。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选择这样。甚至也有人就是本来是技术是在台湾学的，在台湾把公司成立起来，后来把技术全部带到中国大陆。那最后越做越好，他就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了。对，也有这样的台商在。对。但虽然我们就是解密404的大家，就是其实非常尊重彼此的言论自由的立场啦。但我们虽然祝福这些人，但是我们也是要，因为我们解密404的节目宗旨就是要告诉大家，就是真实的中共政府底下他的这个中国人民如何的苦啊。所以其实，在梦居大哥的故事里面，我们其实看到很多包含每一个故事，我都觉得。代表着很多的意义，就是每一个层面，其实它都牵涉到千万万的讯息，跟千万万的中国人，他其实正在水深火热当中。我觉得今天这集最让我感受到的是，解密404已经。就是我原本会想的是说啊，我尽量可以就是跟可能听众朋友来请台湾人多注意，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看对岸的情况。但我觉得今天他又再被附加了一层意义，是我们希望中国的声音可以真正的声音可以出来。对，没有错。是，真的是很谢谢梦居大哥，就是没问题。对，今天谢谢梦居大哥来到我们解密404节目现场，然后得知了非常多珍贵的讯息。那也希望各位听友们跟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够持续的来锁定我们节目，哪边可以看到我们节目呢？可以在 Apple Podcast、SoundOn、Firstory、Spotify、YouTube 跟 KKBOX 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那我们在每个周五的下午6点钟，陪着你下班，陪着你放学，陪着你度过愉快的周末。我们再次谢谢梦居大哥跟我们观众朋友跟听友们说声再见了。谢谢解密404的2位主持人，谢谢梦居大哥。那我们听友们下集见喽，拜拜，拜拜。有点想讲傅政华、孙立军，但来不及讲。电视认罪的发明人，最后被电视认罪了。对。